相信依家咧都唔少人咧就考慮緊應唔應該咧移民去英國，咁亦都唔少家長咧就考慮緊應唔應該送仔女去英國讀書。咁但係你做決定之前咧，咁你都應該咧睇一睇呢條片，因為前日英國嘅首席科學顧問咧就喺唐寧街開咗個記者會，佢就講到咧英國嘅新冠狀病毒疫情咧就已經到咗一個轉捩點。咁但係唔係轉好喎，係轉壞。究竟係咩情況呢？大家一定要留意下啦。咁今次開記者會呢個英國政府嘅首席科學顧問叫做 Sir Patrick Vallance。我睇完記者會之後呢，覺得佢今次講嘅嘢呢都相當實事求是啊！咁我都覺得大家，尤其是你要考慮去英國嘅話呢，都要呢就聽一聽佢講過乜先。喺記者會開始嘅時候呢，大家可以睇一睇呢個圖表。佢就提到咧，由7月、8月開始，喺法國同埋西班牙新冠狀病毒肺炎嘅確診病人咧，一路咧喺度上升緊。同一時間咧，因為新冠狀病毒死亡嘅人咧，亦都跟住一路上升。跟住咧，佢就講到喺英國咧，咁我哋咧可以睇一睇下一個圖表。由7月開始咧，全個英國咁喺各個唔同年齡嘅範疇嘅人咧，確診感染新冠狀病毒嘅 case 咧，亦都一路上升緊。咁大家如果稍為細心留意下咧，咁最高嗰條線咧，咁就深藍色呢條線咧，就係20到29歲嘅人嚟嘅。下一個咧上升得最快嘅年紀咧，就係30到39歲嗰個年齡層。咁即係話咧，最近呢一波嘅上升走勢咧，影響嘅都係啲後生嘅人。咁所以咧，暫時嚟睇咧，雖然話確診嘅宗數喺度上升緊，但係死亡率咧就唔係上升得好快，因為年青人咧就嗰個死亡率咧就比較低。咁但係咧就毫無疑問咧，喺任何個年齡層咧，呢個病咧喺英國咧正係急速蔓延緊啊！所有嘅年齡層咧嘅 case 咧都係增加緊。跟住呢個 Sir Patrick Vallance 咧就講咗一樣都幾嚇人嘅嘢喎。咁大家咧可以睇一睇下一個圖表。咁呢度咧就大家睇得到咧，佢強調咧就呢一個咧並不是預測。當佢哋開記者會呢兩日咧，佢估計咧每日就增加嘅 case 咧大概就3000單左右。咁但係如果大家都冇做過咩措施，更加嚴謹咁樣預防，由得個情勢繼續發展落去咧，到10月中旬、10月13號度咧，每日確診嘅 case 咧就應該會達到49000單，每7日度咧就翻一翻。就美國最高峰嘅時候都係幾萬人，咁如果英國少美國咁多人咧，都去到5萬人咧，就真係非常之得人驚。Patrick Vallance 亦都指出咧，喺英國咧大概對呢個新冠狀病毒有抗體嘅人咧，應該咧就少於8%。咁當然咧就你話有啲人咧可能冇抗體，但係咧有 T 細胞嘅免疫能力都唔出奇，但係應該都唔會多好多。咁離開達到群體免疫，起碼要6-7成人都已經有抗體有抵抗力咧，相當遙遠啦。即係話咧，如果大家唔控制呢個病毒嘅話咧，咁佢咧就幾何式咁上升嘅機會相當之高。咁有人會講：喂，你嚇鬼咩？而家都冇乜嘢啊，又唔係好覺啲 case 好多喺英國咁樣。嗱，其實唔係咁樣嘅，因為咧大家都知啦，就呢啲咁嘅肺炎 case 咧係用一個幾何級數咁樣上升。咁可以呢個圖表嚟計啦，咁呢邊咧就係每日確診肺炎嘅數字，咁呢度就5萬啦，咁就呢邊咧就係個時間嚟嘅，6月30、7月31、8月31、9月30號呢度10月咁樣。咁其實咧就一開始嘅時候，如果佢慢慢升高咧，咁大家可能唔係好覺嘅啫，因為咧佢升得好慢嘅。咁所謂呢個幾何級數咁樣上升得好快咧，其實咧
都係咧喺最尾呢橛先升得快嘅啫。咁所以咧好多時咧，你發覺佢升得快咧，就已經好遲㗎啦。咁所以佢而家英國政府做嘅咧，就話佢開始發覺有啲問題啦，開始升啦，咁佢就要出嚟警告大家，即係話要小心啦。如果唔理咧，咁下一步咧就會好恐怖咁樣升上去㗎啦。即係呢個係一個負責任政府應該做嘅嘢嚟嘅。如果真係到10月中真係每日有5萬人確診嘅話咧，咁個情況咧就好似當日喺意大利咁嘅情況啦，即係變成人間地獄啦。即係一方面醫院冇辦法可以應付咁多人咧 ，Covid 死亡嘅人數就會直線上升啦。咁因為醫院嘅系統咧，就亦都因為太多病人而崩潰咧。咁因為其他嘅病，譬如心臟病、中風，因為咧就得唔到醫治咧，死嘅人亦都會唔少啦。再加埋咧，就如果到嗰個地步，咁政府要採取嗰啲限制社交嘅措施啊、lockdown 啊、限聚令啊，咁呢啲咧所引起經濟嘅困難啊、貧困啊，對於社會各階層嘅人嘅心理影響，對於細路仔嘅心理學習嘅影響咧，嗰啲代價真係難以估計。英國個疫情咧，真係食粥食飯咧，真係就睇下呢一個月大家有冇真係做足措施。啱啱咧就今朝早我睇新聞咧就話 Boris Johnson 咧又再推出一啲更加嚴厲嘅限制措施，即係酒吧啊、餐廳要早收啊，咁又限制聚集嘅人數，同埋咧就話要加強執法、加強罰款。咁呢樣嘢做唔做到咧？咁真係好難講啊！咁當然咧，我都希望住政府同埋個國民咧都能夠衷誠合作，大家咧做足各樣嘅預防措施咧，避免咧發生呢啲咁嘅慘況。總結翻咧呢個咁嘅疫情咧，其實呢啲病毒咧真係非常之麻煩。要對付佢嘅，只能夠咧你喺佢個萌芽狀態咧，譬如好似台灣咁就做得好好啦，即係話一開始個病毒開始傳染嘅時候，就已經咧就將佢控制住咧，咁就一路咧就守住個關卡，咁先至能夠控制得到嘅。即係等於好似癌細胞咁樣，咁你咧一定咧就要等佢喺零期嘅時候，佢咧只係一堆細胞冇擴散開去嘅時候咧，就將佢切咗，咁跟住咧就不斷咧就 mon 住個情況，先至能夠根治佢嘅。當個癌細胞走到周身都係嘅時候咧，其實咧任何方法咧都相當之困難嘅，即係英國嘅情況或者歐洲國家、美國都係。咁當嗰個病毒咧就散到成個社會周圍都係嘅時候咧，即係做又死，唔做又死。即係你好嚴格管控嘅時候，個經濟啊，嗰個 lockdown 對於大家嘅心理影響啊，嗰個犧牲又好大。咁當你放手，譬如好似早排英國推出嗰啲資助食肆嗰啲咁嘅即係振興經濟計劃咧，大家出去開 party 食飯嘅時候，跟住咧個疫情咧就彈翻上嚟啦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諗唯一嘅希望咧就係疫苗啦。咁 Patrick Wallace 咧就講咗最尾一樣嘢咧，就比較樂觀嘅咧，就係佢哋嗰邊咧就發展嗰幾種疫苗咧，嗰個效果睇嚟都相當唔錯。不過咧就至樂觀咧，應該都要到2021年嘅第一季咧，先至能夠咧就廣泛咁樣喺國民身上施打。最後要同大家講嘅就係話，如果考慮即係短期出嚟去英國嘅話咧，咁你就真係要考慮翻自己同屋企人咧，你會唔會話有啲長期嘅病患啦？會唔會話抵抗力弱啲？咁啊，因為咧，如果你抵抗力弱嘅話咧，尤其是年紀又比較大，感染呢個新冠狀病毒之後咧，個問題可以相當之大啊！咁同埋咧就要考慮翻咧，如果英國疫情況不妙嘅話咧，醫療系統崩潰嘅話，就算你買咗嗰個醫療保險可以睇個政府醫生咧，咁都要小心咧。如果醫療系統崩潰咧，你有病咧都未必有得睇啊！咁細路仔咧就其實感染到新冠狀病毒嘅即係引起嘅問題，當然就少一啲啊，比較少嚴重嘅情況。咁但係亦都要考慮翻咧，就當如果突然間即係確診嘅數字好多嘅話咧，其實都唔排除咧佢嗰啲學校可能亦都會停課翻，到時咧嗰個安排即係會唔會好混亂咧？咁亦都好難估計。好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請你留言、點讚、訂閱同埋撳埋個鐘仔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